今年的日本大河剧《岂有此理！鸟中繁华如梦》故事，讲的是一位江户时代的商人被大时代所左右，却又精彩纷呈的人生。他经历了德川幕府最自由开放的田沼义次时代，和之后政策急转直下、严厉统治的宽政改革时期。政策背景和民间生活背景都会是这个故事的有趣之处。之前我制作了介绍政策背景的时代 Tips， 今天我们将继续介绍当时的民间生活背景，也就是江户时代的城市平民一天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的。这里是花散里演绎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订阅哦。或许有人会带入中国古代的城市生活规定，认为江户时代的生活相当不便。其实不然，在天明大饥荒发生之前，田沼时代的日本城市非常繁荣开放，江户市民大体并不会担心被饿死，即使是到了晚上也有多种娱乐活动。当然这只是管理方面而言，古人的生活是不可能多轻松的。当时江户比较贫穷的庶民会住在里长屋中，饮食和生活环境其实并不好。假设从农村到江户讨生活的庶民三口之家的话，他们应该会住在厅人地。所谓的厅人地可以理解为贫民区。当时的江户城中，统治阶级的武家地占了大约 70%， 特权阶级的市社地占了大约 15%， 剩下的 15% 就是平民生活的厅人地。但是这 15% 的土地上生活着江户城大部分的人口，大约有50万人。江户的厅人地虽然是贫民区，但是不能算是平民区啊！四川口音魅力时刻。因为江户算是新城，幕府其实精心规划的厅人地是参考了京都的城市规划，设计成了棋盘状的街道。建设时是以纵横的街道把土地分割成了一个个边长大约110米的正方形块。每个正方形建筑的中间是公共区域，两个正方形建筑之间夹着道路，然后这个正方形沿接的部分和道路对面那个正方形同样沿接的部分共同组成基础城市组织单位厅。每个厅在道路的出入口都需要设置简易木门和岗亭，称为木户。这样即使是邻居们也会因为物理间隔的心理暗示而自然而然地形成不同的团体。既然和邻近的厅一起在公共区域生活，那么厅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如此一来就方便了幕府对于城市居民的统治。有江户市民曾经向木安乡投入意见，认为木户会影响救火或者是医生赶到的效率，应该取消掉。对于这种建议，幕府当然是断无此书了。和现在的城市类似，厅内直面道路的房屋的一部分会成为商铺，贩卖日常必需品；不面对道路的房屋则是被分割成了一个个8到12平方米的居民房屋。大体上这就是一户人居住的房子了，这就是里长屋。水井呀、垃圾场呀、厕所呀这些居民公共区域并非是按照厅来划分，而是同一个正方形建筑内的居民们共用一个公共区域。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一天大概是从明六，也就是日出前大约30分钟开始。因为明六时江户城会敲报小钟，然后各个幕户才可以开门，自然要在这之后生活才可以开始。当然厅内的准备工作要开始的比这更早，比如商铺大体是要在明六时就开店，前期准备自然是在此之前就要做好。另外各家的女主人也必须更早的起床，她们要先到共同区域打水淘米这些，然后回家生火做饭，再等到饭煮好的时间再洗漱和做发型，以此让丈夫可以正常的起床，吃完早饭，然后按时做工。之后就是全家人的早饭时间。当时江户市民的习惯是每个人都有一个放置饭菜的小台子，席地而坐就餐。他们的早餐标准一般是一汁一菜，也就是1碗白米饭加1小碗配菜，再加1碗味噌汤。配菜就是很简单的纳豆呀、萝卜干呀、豆腐之类的。然后就是一个比较埋汰的习惯，吃完饭之后江户市民会往碗里浇热水，把剩下的米粒带着水喝下去。这样做是为了少洗一次碗，午饭或者是晚饭继续用，因为打水实在是太麻烦了。米饭也是只有早上煮这一次，吃完早饭之后就把锅里的米饭倒到饭桶里，这样吃完早饭的时间大概是明六之后的1个小时到1个半小时，为了方便就用7点到7点半来代替吧，后面也用这个标准来了。总之这个时间男人就该出去工作了。里长屋里居住的男性大体有3种职业，分别是小摊贩、比较稳定的工匠和不怎么稳定的日结工。3种人的出工时间差其实还蛮大的。7点出门的大体是稳定的工匠，同一时间也是小孩上学的时间。送丈夫和孩子出门之后，女主人就要开始洗衣服和做裁缝这些家务了。洗衣服一般要去井边，妇女们用水装入木桶，用手搓或者脚踩来清洗衣物。当时没有现代的洗衣粉或者肥皂这些，人们通常都用草木灰呀、淘米水呀这些来当洗衣液。
夜用。江户时代的衣服属于贵重物品，袖口或者是下摆有磨损是很正常的，女主人就要反复缝补丁。所以裁缝是女性家庭教育中的重要部分。当时的嫁妆中也会包含针线用具，单层布制成的单衣可以就这样整件清洗，而带有里衬或者是棉絮填充物的衣服就需要拆开缝线，单独清洗布料。由于里长屋的日照条件比较差，一般都会在公共区域晾晒洗好的衣物，这个时间也是妇女们日常的相互交流时间。衣服的事情处理完之后，女主人们就该出门买东西了。当时也有贩卖最常用的食材和日用品的流动摊贩，但是通常还是要去店铺里买东西，因为田沼时代江户城市的商品种类已经很多了。当时主要的店铺类型包括米店、鱼店、蔬菜店、新旧服装店、陶器店、家具店等等。到了江户末期统计，江户城区一共有大约13800家商铺，最主要的是大约3000家米店和大约3500家柴货店。精米和柴火都是最日常消耗的东西，但是无论是捣米还是劈柴都是重体力劳动。当时一般的市民家庭中，男主人要上班，所以没有时间干，女主人一般来说本身就干不了这个活，所以这两种店铺最多。买完东西之后，差不多就到了午饭时间，男主人是否会在家吃午饭不一定，但是小孩一般这个时候都会从市子屋回来吃饭。市子屋是当时的城市教育普及机构，你可以理解为私塾，主要教授的内容是识字、算术以及儒学经典。由于并非是义务教育，什么时候开始上学并不固定，大体是6、7岁的样子。由于是私塾授课，一个塾中的学生年纪会差好几年，水平也差很多，所以授课的方式还是很严格的。每个学生只能得到一小段时间的直接讲授，大部分时间都是按照老师的要求自学。当时上学也是要上一天，中午自己回家吃饭，下午再回来继续上课。江户时代，日本的教育普及率冠绝全球。开国时，日本的全国识字率甚至比伦敦和巴黎还要高出了1倍以上。只看江户的话，甚至比伦敦还要高出了好几倍。当然，上面的人不给你发挥才干的机会，整体受教育水平再高，这个国家也很难发展起来。详细可以看我以前的高受教育率的落后国家的会员视频。言归正传，江户时代家里的日常午饭是和早饭差不多的，基本就是早饭时已经做好的米饭、味噌汤和一份腌菜，然后中午再多加一份小菜或者是一小碟鱼肉这样。如上所述，女主人和青少年在家一起吃午饭，男主人有条件的话也会回家一起吃，但是做工地方太远的话就需要外食。当时江户各处的饮食店在中午时就会改成给这些务工人员提供午饭的一扇饭屋，一般会卖荞麦面或者茶泡饭这些。至于这些饮食店的本业就很多了。1810年左右幕府的统计中，江户有大约7600家饮食店，包含1800家居酒屋、2900家甜品店、400家熟食店和2400家其他餐厅。除此之外，幕府大体是不对流动摊贩做复杂管理的，所以也没有专门统计。流动摊贩呀、摆地摊呀这种，在江户时代称为屋台，算是社会救济性质的，主要是方便贫穷市民有一条活路。从当事人的生活描写中可以看出，屋台的价格比店铺便宜，主要是卖庶民和单身务工男性也可以多次消费的快餐为主。代表性的菜单包括荞麦面、寿司、天妇罗和烤鱿鱼这些。比较忙的单身务工男性可以在屋台吃便餐，顺便买一些最日常的食品和消耗品。午饭之后，青少年回市子屋继续上课，男性也继续工作，工作大概是要到傍晚为止。那么这样的工作收入究竟如何呢？文正年间漫录记录了一家蔬菜店店主一天的收支。进货成本大约700文，每天能够卖出1200文，特别生意好的时候可以卖出2000文。一般来说，一天收益会有400-500文，其中的250文要给妻子用于日常生活，2个孩子的零花钱每天各给6文钱。开店的本钱是借的，所以每天大概要还100文。最后男主人手里能落下100文到200文。这个人设看起来是非常典型的平民，所以18、19世纪之交，江户市民的收入情况大体应该是如此的。那么具体是个什么样的概念呢？常用的江户和平时期的价格和现在日元的换算是1文钱等于30日元。
这样看的话，收入情况其实和现在东京的收入中位数相当接近。文正年间漫谈中的表现也是，这种收入足够养活家人和偶尔提高生活质量，但是并不充裕，只能够有一些应急储蓄，很难留下足够的资本留给后代，也是和现在东京收入中位数类似的生活状态吧。四子屋的放学时间当然比男主人结束工作的时间要更早，大致是午饭之后再学1-2个小时就可以放学了。如上所述，东京市民们还是习惯日常给小孩点零花钱的，他们主要的消费是出点心，比如花梨糖呀、鲜贝呀之类的，但是会分成一小份一小份的，每一份1文钱卖给小孩子。和战国时代唐式奢侈品不同，江户时代日本的糖类供应已经非常充足了。这个放学时间大致是当时的雅兹托 K， 这就成了日语点心or雅兹的词源。下午3点到4点大体是娱乐时间，当时还没有公司制，所以提前完成工作任务、提前收工是很常有的情况。提前收工1-2个小时的话，差不多这个时候就闲下来了。江户市民可以选择逛神社、寺庙。当时城市里的神社、寺庙就类似于今天的公园，是周遭居民们闲逛和小摊贩们集中摆摊的地方。这些四色地在城市规划和阶级隔离时就形成了地大人稀的格局，作为宗教设施基本也不会平白把人赶走，久而久之就变成了事实上的公园。许多寺庙于是会把重要的佛像和难得一见的珍宝藏起来，避免人多手杂被破坏掉，然后定期开张供信徒们集中参拜，也就形成了类似定期集市的文化。民间的流动娱乐业者，比如表演猴戏啊、皮影戏的人，也就跟着各种寺庙的开张日程进行表演了。下午5点左右，对于当时的人已经是晚上了。从前面李长屋的介绍中，各位应该也能看得出，不可能有私人洗澡间的。大体这个时间就是江户居民们去公共澡堂的时间了。当时的建筑低矮，江户还是一个风沙很大的城市，江户市民大体是习惯每天都洗澡的。虽然基本上长屋中是不允许在规划的澡堂之外私自再建澡堂的，但是公共澡堂也并非纯粹的社会福利，一般是按一次6文钱收入场费的。当时公共澡堂中的泡澡池子还是比较拥挤，这变成了男人们的社交场，于是有些澡堂也会提供棋牌娱乐。6点左右是庶民的晚饭时间，每天的晚饭大体会和早饭一样，其实就是剩下的。独居男性们也有些选择不吃早饭，午饭和晚饭都在外面吃。如上所述，江户城中的居酒屋很多，有家室的男性有时也会陪单身男同事一起喝一杯之后再回家。到了晚上，江户依然有提供表演娱乐的店铺，称为祭席。祭席的种类多样，比如说书呀、杂技呀、皮影戏呀、口技呀、魔术、怪谈、漫才这些。这种城市的夜间娱乐是从18世纪初开始出现，到了19世纪初，江户城内大约有120家提供这种服务的店铺。当时这种表演一般是分成2场，一场是午饭后到傍晚时间，一场是晚饭后到厅部副关门之前的时间。有听奉形象部府的述职报告中就提到了，晚场更受民众的欢迎，主要客户是商人、专业工匠和日结工人，偶尔也有市民全家一起去观看店铺新开发的节目。到大约晚上10点，所有的厅部户关门，江户全城进入类似宵禁的状态。大约8小时后，厅部户重新开门，又是江户市民们新的一天。都看到这儿了，别忘了点赞、订阅，还有 Hype 积分和硬币哦。我们下期再见。